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下面到陈了，到你叫陈还是成呢？我叫陈，陈字的陈。我叫橙字的陈。你来说一下他沉眠在诞生地。诞生地吗？诞生地生施恩生。所以你说你是个成年人是吧？我去了那个熏火烧的房间，有熏火烧啊，然后我发现它确实有一个人口普查登记表，从200年的2月3号开始，一直到200年的2月12号。然后他查到了2个人是有效信息的，一个是甄组长，没有查到他的出生年月，也没有查到他的身份证明。只查到了他是一个男性，这是怎么查？这就是看出来的啊，看出来的，还是本事大，本事真大。所以组长是个神秘人。还有一个那个菠萝蜜也没有信息的，又出一菠萝、桃子、柚子，这是一水果村是吧？然后他的人口普查表的扉页上面写的是，这个村子太封闭了，甄组长还派了一个村民一直跟着我，让我很难行动。你行动你要干嘛呢？后来我看见他手机上面有一个照片，照片上面写着祝勋妹13岁生日快乐。你女的你是？被你发现了，我真的够的了。我不是够了，我是够了。祝勋妹13岁生日快乐，祝熏火烧荣升总裁 M198年的8月8号。啊，你不是？干嘛？勋总，这什么呀？哈喇子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给他们俩看一眼。勋总啊！这东西把熏到我了。哎呦，我太慌了，差点瞎了在这儿。你的领带跟名片是混在一起的。对，要不然这表能这样吗？可能是一般人。其实我爸是一个煤矿集团的老板，我有个妹妹叫勋妹。哦，那你就不是人口普查的那个志愿者。
我肯定不是人口普查的志愿者，我肯定是因为要调查某一些事儿，我才到这儿来。然后我发现这个小雪花的这样一个胸针，桃心儿上面写着1901122，就是90年11月22号。对，你没有碰这个视频吧？你碰了吗？怎么了？你要跟他拼命啊？你碰了吗？怎么了？我没碰，我咋打开的？你摸了吗？这个东西啊，对，没摸，没摸，因为上面有剧毒。只要没有橘子水就行。因为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太爱小雪了。小雪又是谁啊？我的女朋友，所以我就看的所有关于雪的视频，我都把它买下来，然后收藏。因为我怕别人碰完玷污了雪。哎呦，哎呦，我这男的我痴情，大可儿子不爱钱，痴情。然后我发现这个勋总啊，就他特别有控制欲。1122。1901122，打开手机发现一段聊天记录。你今天出门穿了我给你搭配的衣服吗？然后小雪就说：“你为什么那么不相信我呢？我当然穿了呀，你给我搭配的衣服我都很喜欢呢，你喜欢就好。现在是18点35了，比昨天还晚了5分钟，你怎么还不回家？为什么位置共享也看不到你在哪里？”然后小雪说：“不过才过了5分钟，我们以后的时间还很长，你连等我5分钟都不愿意吗？况且手机信号差又不是我的错。”然后勋总说：“不要生气，明天就给你换手机。”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是没有写具体的日子，这以前的事儿了啊。然后还有一段，去那边路上的定位信号会很差，你记得时刻更新自己的位置，信息会延迟收到，距离终点100米给我发一个，到达了也再给我发一个。然后小雪说：“好的，已经出发1公里了，想你，出发10公里了，到了。”然后最后写着：“小雪真乖。”他还有一个情侣都在用的定位 APP， 在吗？在哪儿？在干嘛？然后说您和您的监控对象小雪，在195年4月注册成为时刻键 APP 的用户，你已经守护小雪1771天了。我不是背着他给他装一个定位，我就说因为我怕我找不着你，所以我说能不能给你安一个定位？他也是同意的。那现在小雪在哪儿呢？有一天突然间他就消失了。啊？哦，你就是来找这个哦？就小雪，人家为了躲你嘛，那姑娘逃走了。然后他为了找到这个小雪，他在海底捞侦探社办了200万的储值卡。海什么捞？海底捞，海底捞，海底捞啊！然后还有爱人一心调查社，拿钱办事侦探社，也是 VVVIP。我就为了找他，我就去了各种侦探社。嘿，您去了吗？目前没去，要不你找不着呢。为什么不去嘿嘿嘿呢？没请对，还是没请对人。然后他们告诉我，在这个附近，他好像来过，所以我才会到这儿来。哦，然后这个村呢又不让进，而且不是花钱就能办到的。所以你就假装人口普查。对，我明白了。
这故事告诉你什么？有些地方不是钱就好使的，就是我们村儿。钱是什么？然后呢，就在这个勋的那个手提包里，看到了一盒巧克力，200年2月1号，这巧克力呢是香菜味的巧克力。因为小雪最爱吃的就是香菜味的巧克力。这女的也辈儿够大的，是吧？而且我打开盒子吃了一口，真的是香菜味的。然后一整盒巧克力少了2颗，你吃了1颗，我吃的那颗是第3颗。你为什么吃小雪的巧克力？完了！我真的是够了，够的了。我确认一下，我确认一下，你确认什么？是给你吃的吗？确认一下它是不是香菜味的。你这么好奇呢？怎么？啊，我不是被那个桃子姐姐唤醒了吗？然后在这盒巧克力有一个她珍藏的糖纸，是1997年的12月27号。我呢，之前呢，跟小雪吵过一次架，然后她突然间她就跑了，跑出去了之后，我就找了很远，然后那天还下雨了，她整个人就是整个人都被浇得特别惨，然后我就一直跟她道歉，我就说对不起，刚才我可能就是也是太情绪化了，然后失控了。然后他说：“那你现在你就给我买一个巧克力，我就原谅你。”然后我就把那个巧克力厂就买下来了。哦，你有病吗？他喜欢花钱。这1997年那一天，就是他是真的跟我失联了。就是1997年分开的，这3年了嘛？对啊，好几年了，所以我留着这个，我时刻心里要记着。痴情的大款儿子，哇！我为什么带着巧克力？我是说，如果找到他的第一刻，就先把他最喜欢吃的巧克力给他吃。啊，那这2颗是你自己吃的2颗，有1颗是你吃的。我吃的是第3第3颗，颗我打开就少2颗，你别往人身上赖行吗？没有，是。你也不知道这谁吃了是吗？那就是他不记得了。那就是他不记得，我不记得了。那请问你记不记得你来到杨步窟村之后有没有找到小雪呢？我好像看到一个女孩跟她的样子很像，但是呢，因为村长派了个人一直跟着我，所以我不可能说上去直接相认。所以我想等没有人跟着我的时候，我自己再来找。哦，你俩也没分开几年啊，这就不认识了，就得差不多了。就很远嘛，可能像嘛，长得就觉得像，因为他学的是在这个村里出现过。多大个人了，3年不认识吗？这些年我在外头找，看过太多背影像他的了，上去一转头不像。就是找到所有的熏的线索，然后在我自己的车上找到一个筐子，然后筐子里面有这个白色的衬衣，衣服的领子后边有血迹。因为在我们村子里很少见到有人穿白色的衣服，见着就逮回去了。对，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唯一带了一个白丝巾，也让我收着了，就不是说这里不能出现白色。对，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村里就不能穿白色，这是村里的，跟我们的一些习俗有关系，穿了就违反戒律了，就要抓起来。哇，然后有钥匙，钥匙的尖上有血迹。哎，太狠了，刮后脖子呀！都是在你的车筐里面是吗？筐子里。然后钥匙上面挂了一个 R。就是荣。哦。说一下吧。那个手环是我的，衣服是我的，但是我怎么会穿上这个衣服，怎么会来到这个村子，我不知道。
包括你说白衣服上的那个红色的那个血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你就忘记了呗，失去这段记忆了。脖子后面现在有疤吗？没有，脖子上没有，就脸这儿有一个疤。哦，脸上还有一道疤，我都没看见。有疤，一直有个疤。我去的是大世界，民俗大世界啊！大家好。找了一张他自己画了一个画，然后这有个桃儿。桃？为什么会有个桃？桃子啊！为什么刚才你们说桃子的时候我很激动？桃子是我这个救命恩人。我之前不是说我常在这个河边走是吧？什么河边走？哎呦，师姐，不是直接失窃，我直接就掉河里了。掉河里之后，那个桃子给我救出来了。我为了纪念他，然后也看出他真的在调查这个村子。期待吧，这里有所有不可思议的一切，我一定要向世界公开。然后拍了很多照片，采风，有很多采风。然后说，村2把手是管事儿的，1把手威望最高，有话语权，还有个小孩在放鞭炮，我也不太懂，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我在这里头不是采风嘛，然后呢越采越疯，然后我看见了3个我觉得特别有性格的3个人，第一个人是咱们的甄组长，因为他性格特别的那个严肃，就特别讨厌，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理我，然后这人特别的冷酷，平时洗澡都泡冰块里头，所以说这个人是我觉得很有印象的。第2个他是我们的甄祭司。甄祭司其实我观察之后发现，他其实比咱们甄组长要厉害很多倍，为人又特别的和善，就不像他那么多事儿，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第3个小孩是这个小孩非常的搞笑啊，就是说有一个小孩叫小果子，他跟我一样，他也不喜欢甄组长。有一天呢，他在甄组长后边放鞭炮，甄组长就是听不见。他听不见任何的鞭炮的声音，他也什么都听不见，衣服烧着了才发现，所以他是个聋子。不会啊，组长平时很正常。下一个，我看到了这个大世界的 M 大学的学生证，然后它上面写着延迟毕业2年。然后他真的是民俗文化研究博士，我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民俗博士，好吗？你大学都没毕业，那个上面有年份吗？98年2月3号。98年啊？98年都还延迟毕业2年，你现在怎么变成博士的？我在读。我在读博士。我在读博士。我上1天博士，我也说我是博士啊，对不对？我这人就这么谦虚啊！不是这意思。学生证是一个被撕毁的，还有一个出国的护照，上面有个签证 ，M 国边境，198年2月15日，然后去了宇国，因为宇国那边是入，护照也是被撕掉的。你为什么这么好的学业不整？你要去那？你听听啊，就是说咱们故事很悠远啊，就这样的。我1990年10年前，哥们儿风华正茂啊，不是这个不用说，下一个我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风华正茂很重要？就是当时有一学姐看上我了。然后他比我大3岁，但是因为我不是一直读博嘛，我一直上学，我没什么钱，但是学姐说她养我，然后我就是跟学姐那个特别高兴。高兴是什么意思？我快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是别人看着不快乐，说我是一吃软饭的。
然后我当时就每天都在想，就是我其实会很有钱，我的那些钱是不是也在想我？是不是每天都在想着我？他们在哪儿啊？然后我就去找他了。当时我攒了一点钱，然后我投了一个茶园，我想这样我翻倍赚过来钱，我就可以给我们学姐买房，来证明我不是吃软饭的。哎，但是您知道这茶园它是个坑，然后你是有钱人，你知道吗？就骗我们这帮人就是这样。财不理你。对，你不理财不理你，您是坏人。然后就等于说我之前攒那一点钱，就全都给坑进去了，我没有任何钱了。然后这时候你知道下一招就来了，说我们这儿有一机会，你要不要去？在雨国中转，他就是说这个是一高薪的机会，因为你不是什么博士嘛，你为我们这个茶叶贸易公司去当翻译去，但是呢就是要有2年的这个封闭式的这个工作。等于我就向学校申请，就是说我这2年就只能延时毕业。然后我告诉学姐说，我去外边2年封闭式科研去了，科研究去了啊！别看不起我，我是那个后边很努力的。我又不是你学姐。故事的画风立马就转了啊！还有一个 T 恤。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然后这个 T 恤呢，上面呢全是说一些比较励志的话，什么金牌销售，销冠。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就是我特别要励志，给自个儿励志。他自己还有什么工作要领？看看这本小书，什么时候什么筛选什么猪啊，给人量身打造剧本。然后什么时候夸人就完事儿了？说吧。要说起以前，哥们儿就是南也是北，就不是东西。确实那个。然后我就被一个叫做 T 集团的诈骗员带走了。然后我就疯了嘛，我就说你们为什么诈骗呀？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往外跑，他们就逮我就打我。跑一次，他们打我一次；跑一次，打我一次。后来他们也看不下去，因为每回打我打的我就玩命叫唤。后来他们戴着降噪耳机打我，然后呢就完全就是不想听我那些叫唤，就没辙了。然后后来我说你不打我能怎么着？我就该死了。他说这么着，我不打你的话，你就食物者为俊杰，我给你个活儿。然后呢，我就变成了一个叫做情感培养。就是那个网上扮演成各种姐姐、妹妹、小女孩，然后去找中年男人，跟他们聊天儿。当时他们公司给了我一些这个工作要点。首先呢，第一轮是从这个微信里头或者信息上看这个人头像，这头像如果是山水的话呢，说明这个有实力，是优质客户。如果是那种爱炫富的呢，就是你得多给他点甜头，就是多夸夸他。还有这种头像那种摆帅的，或者是这种装可爱的吧，他是头好猪，就我要好好养他。然后如果是卡通头像，直接 pass。就是2次元不好骗，是吧？对，你是卡通头像，你不容易被骗啊。我就是卡通。中年男人。第2步是说，研究各种中年男人喜欢的女性的这种说话方式，然后有御姐，有小女孩，有洛丽塔，就是这样。第3个就是玩命的夸她，说哥哥你真棒，哥哥你真强，啊，然后就是这么点事儿，就是这是我3部曲。确实你适合吃点软的，哥们这方面还确实是。对呀。然后他在园区里表现得非常好。T 园区员工工资流水清单，全勤，每次都是全勤，业绩连续第1。你听听，又是业绩第1，奖励加薪，嘎嘎骗，这不是啥好事啊！不是，架不住他能力强啊。然后他就挣了好多钱，在雨国。我这一干吧，我这人就是要强，一干必须干到尖儿上。就说要不就不干，要干就得是拔尖儿的，对不对？以前只想搬家，现在每天只想加班，然后就是加班。每个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变成了这个业绩 No.1 了。然后到了这个98年年底呢，我成为优秀员工了。我穿着代表集团的 T 字的 T 恤，参加了1年1度的表彰大会。那个时候我还碰见了我们地区的 T 老大，他的手上有一条 T 字母的手链，我当时的印象就是这个。
你怎么拍的呢？它这里头还有一个带血的子弹头。我的死刀威呀！99年8月份，27岁了。因为我跟我学姐说了，我两年之后得回去找她去啊。我这个人这么重情义，那你放得下你的工作吗？很诱人，很诱人，很诱人。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你怎么回来的呢？他们会让你走吗？他们不可能让我走啊！我想出了4个字：逃跑计划。我已经赚够了我当年亏的所有钱了。因为这2年我在这儿一直弄，我摸清了这个园区的这个所有路线，然后我就跑。我跑的时候被这个 T 公司的人追上了，当时给我小雪给了我一枪，啊，所以这个子弹就是这么来的。我情急之下看见前边有条河，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然后我心起就这样荡起了层层的波，我就从那个河上跳下去了。然后我就飘啊飘啊飘，醒来的时候这儿一铁皮房子，我把我手机那些东西就特别狼狈的放在这儿了之后，我看见远处有个村庄，因为我快呼吸不了，我快死了，而且你腿还受了伤。对，然后我就赶紧往这村庄滑，然后他都给我救了。哦，我有一个巨大的疑问，你当时不是腿上中弹了，然后有一个带血弹头吗？是谁给你取的？桃子学医的，只能是桃子取的，对吧？对，就是桃子了。那刚才说到这个逃跑计划，我记得蓉你刚才分享的时候说有一个陈那儿发现的一个逃跑计划，也就是说那个是不是你的逃跑计划？是的，这个就是我在T集团的时候是那个哦，明白了。后来我不是跟我们桃子特别熟嘛，桃子刚想上外边世界看一看，然后我就跟他说有这几种方式，你可以选其中一种。明白了，这个东西为什么在你那？其实还是你给的桃子。对，是我给桃子了。然后你就没有离开这儿了是吗？然后我就没有离开这儿。啊，你待了半年了。我本来想离开这儿，因为我不是最终还是要回去找我姐姐去嘛。但是说到底，我爱什么？我爱工作。因为我是个博士，我喜欢风土人情。我看见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就是很难碰见的这些当地的这种民俗，所以这半年来你都在研究这个村落。对，因为我正好能回去写论文，我扬名立万啊。所以他有一张图，他自己说要把这个查出来嘛，然后他其实画了一个皇冠给自己。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地儿查明白了，查明白出现牛了就。对，要给自己带上一个头衔嘛。我扬名立万，我要让世间知道大拇指。这个东西就是为我发明的，好吗？突出一个干一行真的不管做什么都。每回哥们儿不管是被骗了还是晕了，醒来之后发现这地儿只要有活干，就原地扎去了。所以他就开始吼，整个小 DV， 夸夸在这一顿拍。啊，这里不是不可以有这种电子设备吗？因为我当时不是掉河里了嘛，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是在那个铁房子那个地方，然后我就把我那些东西先搁在那儿了。我当时是忘拿所谓手机这些东西了，我去村庄了，没想到因为这个村庄根本不让带手机，我反而变成我能偷着回去，就是能取这东西。哦，那有视频啊。把它关了，然后剩下就是。
一句说你要那个东西。对呀，你这句话要的那个很重要东西。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其实我只是做一些民俗类的一些报道。那他如果心里有鬼的话，他不会这么想。然而这一切我并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这我失忆的。那也就是说，你虽然失忆了，但是事实上你现在是面对这样一个危机的。对，因为给了你一个 deadline。3天期限那个是2月11号，他是2月11号给的，3天期限就是今天。那就是今天。还有最后一张，就是他手机里有一个 app， 然后 app 上写着距离一个爱心还有1天。这个是一个你的期限，更重要的期限是你今天不交的话，你走不了了。走不了，我见不着我这心爱的姑娘了。对，他们一定会给你弄死的，你不动手就来不及了。好，来，先到这儿。我搜了一个很神奇的房间啊，就是基本没有什么给我搜证的时间啊。你去的是哪个房间？组长的房间。进去我一推门，里面有一个女的。我问完了之后，他就关门把自己反锁，我就再也进不去那个屋了啊。我先给大家放一下这个视频吧。啊？然后你放完视频，你不就可以下去了吗？不是，剩下的内容还挺多的。先听一下啊。村里出事了，我们是来。这是一个民生类节目呀。我们来调查一下那个今天发生的事儿，您知道吗？祭祀礼您去了吗？顺便洗清自己。我不办。嫌。你怕是不是？什么还是？你看那状态挺吓人。想问问组长在吗？我不知道，他天还没亮就出去了。组长天没亮。我想出去，可是他平常都不让我出去的。你平时不住这儿对吗？我住这，这是我家，我叫梨子。对，您叫梨子，你是组长的，您跟组长的关系是？你问这些人到底是要干嘛？这个村民解释一下，梨子现在在你们看来他的身份是？梨子就是组长的爱人啊。还有一个是。您要吃什么？吃什么？别激动啊！吃什么？别激动啊！这是什么？你不会吃了这个有毒吧？啊！我帮你拿一下啊。这是一个陌生男人给我的巧克力。陌生人给的东西别乱吃。好阳刚啊！你怎么全程那么慌乱呀？我走。嗨，走了。哎，他把这个给我了，看看他这个巧克力包装上面写着什么呢？生产日期 M200年的2月1日，生产日期是200年的2月1号。是这样的，我知道，我刚才想通了一件事儿，我找到你的小雪了，就是他。对。你能知道他是小雪，认出他来了？对，跟他的样子很像。哦。压寨夫人给哎呦喂！哎呦！再有钱，媳妇儿被人变压寨夫人了，完了。而且你已经认出他了，对吧？然后你把这个香菜味的巧克力给了他。不，这我不知道。应该是在你失忆那段时间，其实你是认出小雪了。对。他没认出你，所以他会跟我说这是一个陌生男人给的。然后他为什么会不认识他了呢？视频里边，一个是他呈现了一个非常惊恐的状态，他们怎么又来？还有一个是他的腿是有一条腿有点瘸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惩罚要开始了。那您多好。这里不让别人进来。他也被人打子弹了，不知道是不是子弹。他什么时候来村里的？梨子是这儿的原住民。我们村的人没什么文化，就命名基本上都是用这种，全是水果。对。然后他这里边提到了说，组长在昨天绑了一个白袍女子。太可怕了！昨天下午的时候，他
绑了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就放在这里了，塞到了这个柜子里。有谁组长吗？但是当我打开的时候，里边是没有人的。哦，就是逃脱了。它里面留了几个字儿，为什么还是逃不过？然后下面是绳子和布，绒的那件衣服。你记得吗？我没法确定我是组长老婆说的那个被绑了一个白衣服的那个女的，但是我醒过来的时候，乘的那个车里的那个白袍子是我的。我叫伊麦嘛，就是妈妈从小就想说像麦子一样的，就很平凡，然后很富足、很健康这么长大一个女孩子。但是呢，哎呀，就是天生长得比较好看吧。还这有什么谦虚的？然后经常就是我在街上走，就会有些人来接踩我啊，就说哎呀小姑娘来踩踩，长得那么好看，哎呀我们现在很流量很好。然后有一天呢，我在街上也碰到了一个人，然后呢就说大网红要在车里先跟你对一对问题。我本来有一点戒备，但是是个女孩，我就跟她上了那个车。上车以后呢，突然就被迷晕了。然后再醒过来就在一个类似于那种大仓库，然后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很多人在那个里头。被拐了，就相当我也是猪仔。紧接着就把我就卖给了一个年纪很大的男的，然后秃瓢，满嘴黄牙这么一个人。然后我就想跑，我说求求你放了我吧。然后他说哎呦这么倔强啊，不过脸还长得挺好看的。其实我从小就很爱护我的脸，所有人都说我长得好看，但是在那一刻，我就知道说那我可能我要毁掉我的脸，我也想出去。所以我就看他身上有一个钥匙，我就过去抢了那个钥匙，就在我脸上划了一道，所以就是那个钥匙上的那个血迹，就是我当时划了一道伤疤在脸上这里。划完了之后就跑了？对。从那个组长屋里，在他桌上抄了把钥匙，然后上面写着信箱。真祭司给组长写的信，这封信其实就是真祭司自杀的证据。自杀？因为我先念完啊，组长三面羊降下惩罚，是我作为祭司的失职，没能管理好村民。我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三面羊，希望他能平息愤怒，继续庇佑村庄。之后由我的徒儿接任祭司之位，让他一定以我为戒，履行好保护村庄的使命。真祭司。这封信其实是表明真祭司把自己作为祭品要献祭了嘛？但是这封信字迹是反的，就是你看，当我能读它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墨迹是在这张纸的背面，然后它的背面其实是这样写上去的，是个镜像的，左手写的。但这你怎么确定是真祭司的字迹呢？对照笔记，要去对照笔记。有一些他的，我们可以看一眼那个笔记吗？哦，谢谢。还挺像的，挺像的。你看这个组长就完全一样，对，很像，非常像真祭司自己的字迹。但这上面是正向的，这是假的吧？就是凶手应该是想要真祭司本人的这个笔记嘛。梨子说，昨天渡口已经死了一个人了，然后我就去渡口看了看，真的死了一个人。这强子啊，我为什么知道他是强子呢？这大哥实在是太喜欢自己的名字了，于是他在后脖子上纹了一个强。这尸体手上戴了一个 T 集团手链。哎呦喂，这就是我辛辛苦苦那么多年。
他的手、脸颊都有一些淤青，是不是说这个人是有被拖行的？是被拖还是有可能在地上蹭的也有可能，对不对？我觉得更像是拖行，因为有对应的血迹。强子尸体是从别的地方拖来的。对。他的船上有他脚底的这个痕迹，红色的土，船上也有血迹，然后在水的对面，湖对面那边码头有他脚底的这个痕迹。在对面发现了强子的手机。啊，这有个手机。还有个帽子，录音。这段录音是这样。明白。那所以就说强子不是被人杀的，对吧？被人杀的，是有人推他。这个船的马达，他那个是一个手推的那个桨嘛，他要把它伸到那儿，然后他是被铁链锁住的。拥有这个钥匙的人就是开船拖这个强子尸体的人啊。强子尸体上也是脖子上插了一个三面羊的角，然后在旁边发现三面羊的羊头，上面写着诞生地，应该是那个最左边那个独角羊。就是说这是一个伪造过的现场，因为他正好是被扎一个洞嘛。对。做成被献祭的样子，因为我们只了解三角羊的诞生地就是在祭台那儿，但是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有诞生地。然后在船上落下了一本书，写着《傣猪修炼手册》啊，就是我们这事儿。这个是你写的吗？我肯定，我以为以你的才华，你有著书立传了。你确实是比较公平的评估了我，但是这个我没有写过这个啊。这应该是他们的一个拐卖的人教材吧。然后里边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代号，就是说各种不同的人群，分成了红货、未成年、成货、成年男性、黄货、成年女性，然后各种各样的分类。别忘了刚才他录下那段，强子跟这个组长常年有合作嘛？对啊，他说你的货到了吗？强子说货在房子里。其实强子一直在给这个村供货。你是谁？你是怎么混进来的？就相当于我也是主宰。被拐了。哎，他是把人拐卖过来吗？你是那个货吗？不然你怎么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他有可能，包括小雪也可能。傣猪修炼手册旁边有一个这个手机，屏保是蝎子，这应该就是这本手册的主人。他的蝎子的手机里面有跟强子哥的聊天记录，第一条是在199年的10月10日，强子哥跟他说完成年前9单的 KPI 给你换单间，然后他说好的，真的不想打地铺了，我一定好好干。199年的12月1日，强子哥说我没看错人，是只毒蝎子，已经吩咐人去给你打理房间了。然后这个傣猪修炼手册后面有很多页，然后上面都用红笔写了一个+1+1。
也就是说，这本手册的主人每种类型的目标人群他都成功了一次。2000的2月7日，强子哥跟他说：“这次你跟我一起去押送猪仔，想不想升职看你表现了。”这应该是他来到这个村的时间。到2月13号的时候，他就心慈手软了。这个蝎子啊，他说：“强子哥，这孩子发烧到现在还没退，要不您一会儿回来带点退烧药，万一他有什么闪失，我们也担待不起。”哦，带孩子来的。强子哥给回话说是小孩子发个烧，大惊小怪的，搞块布擦擦，别死了就行。然后蝎子说：“那我把他从牢房里放出来，让他好受点，反正就剩他了，还是被绑着的。”然后强子哥拒绝了，说：“别多事儿，好好关着。”我们不是听到一个录音说他什么要跑追那个小孩儿？再听一下这段录音。蝎子被我锁起来了，可以提货。那孩子跑了，下雨天他肯定跑不远，我去追。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听上去他像在对组长说话，对吧？跟组长报告。所以他中间一定有什么事情蝎子做了，或者他改变了，导致跑了一个孩子。蝎子被强制关起来了，大概率是关在衣柜。就是说明他就是强子说完蝎子被我锁起来之后，组长去提货了。牢房可能就是在水的对面铁皮房里边。铁皮房锁住了，咱们可以接下来再去发现啊。你是不是蝎子啊？等于这里面组长还做了不少事儿的。而且有没有一个很奇妙的发现？今天是这么重要的韩日祭，到现在没见过组长也没有出现。对。好，我就精彩。好。好，最后我和涛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现场的东西。我们先聊聊这个韩日礼，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程序？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好不好？韩日礼的村民须知，韩日礼于每年的2月10日到2月14日举行。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村庄的出入口是全部封闭的。首日就是2月10日，请三面羊去挑选被净化者，在第4天，祭司来公布这个被净化者。在第5天日出前，组长和祭司在祭台诵念1小时，迎接三面羊。然后之后，祭司是自己在工作间闭关谢客。上午的11点半，村民跟随稻草三面羊在村里面巡游，一直到中午12点，祭司出关，他去把这个稻草羊给焚烧。然后在日落的时候，18点，祭司来主持净化仪式，然后把三面羊送离。这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发现这个祭司的时候，他是躺在这个供台里面的，然后脖子上有一个羊角插得很深，看起来像是致命伤。他后面有一个草，上面放了一个三角羊，上面这个诞生地，然后那个角被拿出来了，把它复原了。其实这就是那个凶器。我和涛也发现他的后脑有一个肿块，还有血迹，也就是他之前是应该被人砸过，就是他没有那么乖乖的。先晕完了之后才被那个啊。就是说，真祭司也是伪造被献祭的样子。而这个凶器我们到现在也没找到，目前没有找到。在那个祭台上面有4个火盆嘛，然后其中有一个火盆，它里面有一些，就是跟其他不太一样的，像是把什么东西给烧毁了。白色的一种，我觉得有点像塑料，是纸吧？是特殊的纸是吧？
不知道，反正他一定是要销毁什么东西一样。进去到这个祭台的后面是祭司的工作间，我们首先找到了他的日记，记录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是真祭司他在 M183年4月，也就是17年前写的。本来三面羊会在村中年老者中选出行善最多者，在仪式上为他们赐福，但今年竟然出了问题，赐福对象在仪式举行后没多久竟然暴毙了。就是本来得到祈福，结果死了。然后村中流言四起，质疑三面羊赐福的圣洁性，一定是村中出现了心思有异的人。所以我计划举行新的仪式，每年净化村中对三面羊不敬的人，并命名为净化仪式。如果三面羊也赞同，就请您选出那些不安分的村民吧。这就是他在183年之前是选人赐福，在183年之后就选人净化了。记事儿起，我们一直是后面这个新的仪式。对，原来是赐福，原来叫赐福。我们找到了这个所有的净化和赐福的名单，其他的都普通，都是一些水果。请各位注意，在178年的时候被赐福的是真族长。178年他被赐福过，但刚刚我们提到过一个波罗蜜，对不对？对，他曾经也被赐福过，在166年被赐福过。波罗蜜跟真族长没有身份。就是紧接着这两个没有身份的人被赐福了之后，下一个被赐福的人蔓越莓暴毙了。接下来就是被净化的名单了。净化的名单里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是187年的橙子被净化了，还有就是198年的梨子被净化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三面羊的一个雕塑，下面有一个牌子，是今年选出来的两个要进行净化的人是小果子和桃子，这个已经确定了啊，是今年要净化的名单。它就是从这个三羊桶里面被摇出来的。但是呢，这个人做手段呢非常的简陋。为什么说他是做了手脚呢？是因为在这个三羊桶里面，他还有其他的没有被选出来的名字，但是可怕的是桃子和小果子还在这里面。其实压根儿就不是，就是有重复的名牌在这里面，他们那两个名字就是后写的，直接摆上去的，根本不是摇出来的。三面羊选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造假。在祭司房间里放的这个衣服的领子里面，发现有人匿名的写了一个纸条。昨晚我看到组长对三羊桶动了手脚，净化名单有问题。2月13号上午，接下来就有意思了，我们在祭司的工作间里面找到了176年1月1号带着小柚子的手环，你的手环在祭司的房间。但你不记得了。我觉得因为2月9号的时候我就没摸着这个手环，这能说明我后面去过祭司房间吗？但是2月9号之前你是有记忆的，所以你没有去，你是被拿走了。对。这是真祭司写的日记，这里面记录了他和橙子之间密切的互动。9号，明天就要开始每年最神圣的寒日礼了。仪式用到的东西放在1楼禅室，从我房间的楼梯可以下去，用完记得收回。然后是2月11号，橙子吐了，身上还起了红疹，去他家中为他向三面羊祈福。橙子平时一直听从我的教导，行善积福，希望他能早日康复。这吃那橘子的原因。过敏了。然后12号，橙子每周1晚上10点都会来找我汇报半小时上一周的心得。今天看他状态已经好多了。
桃子给它吃了过敏药。对，感谢三面羊庇佑虔诚的孩子。对，我有一个日程，就是每周都要向他汇报这一周的思想进步。对。13号，今天三面羊选中了2个人，没想到现在连小果子这样的小孩子也会对三面羊不敬了。村里人还是不能接触外界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息，会影响大家心思的纯净。中午12点半临时约见甄组长。我刚才听你念的这些，我会觉得就是这个祭祀，我也感觉就是他没有坏心思。对，你看他都说，哎，为什么三面羊就是会选他？祭司自己是一个真的相信三面羊的，对，而且并且他其实过去他通过的这个祈福啊、净化呀，确实奏效的，只不过他不知道他真实奏效的原因，其实全都是人造的。然后呢，就很奇妙了，我们就去了那个进士。进士里面有这个桃子写的，我是桃子，我错了，我是桃子，我错了，我是桃子，我错了。然后我是小果子，我错了，我是小果子，我错了。这小果子确实是小孩的字迹，哇，跟他一样。就是让这些人在里面忏悔，直到筋疲力尽。然后那个房间非常非常小，有2个篓子，一个是翻开来的，一个是盖着的。然后拿起那个盖着的那个篓子的时候，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孩冲着就往外面跑了。我就问他，我说他是谁呀？他说什么他是谁？我说你没有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孩吗？他说哪里有小孩？就是刚才，没看到。好诡异啊！然后就看到有一张纸上面画了一个羊的标志，但是呢，这有个小孩的手的印子，这样擦过去，就想把它抹掉。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我们杨步窟村的地图，这有个东西，广场、戏台、日晷。村里面设置了外星人电解质水充电站，有外星人充电站，有电解质充电站，有累了就喝外星人充电站，村民可自由取用，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累了充电。然后呢，就是我们最后一个证据了，就是记不记得有一个说书人，他留下了一个盒子，上面写了杨步窟，打开之后，此歌谣于建村之时谱写，只此一份，世代历代流传。好，就主要听这个呢，来。高高在上的三面羊，3颗头6脚长，敬生灵佑村民，不敬者。得唱出来，大老师唱。哦，来，人唱。不敬者悲鸣，背叛者哀叫，3头羊3次罚，依他们诞生的顺序，立脚插断脖子，沉睡在诞生的地方。只有这么多。沿着河水顺流而下，铃铛挂起的福地，诞下一只羊。铃铛挂起的福地，我们村民只知道前半节歌谣，不知道后面的3句。像不像今天的第一个祭坛？有没有铃铛？那个渡口有个铃铛，我摇来着。对，渡口。第2个，沿着河水顺流而下，不断轮回着的暗与光，诞下一只羊。沿着河水顺流而下，空气溢出的香，诞下一只羊。祭坛是第3个，第3个很像哎，因为祭坛会一直在点香。那好，我们想想看，不断轮回的暗与光会在哪儿？
这个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地方呢？有渡口，有戏台，有村头，有村口。我知道在哪儿了。日晷哦，村里有个日晷，对，日晷才是不断轮回的暗与光。对，影子嘛，光转转转，轮回轮回转。哎，我有个瞎想哈。我刚才看他说，依他们诞生的顺序，立角就是那个角插在脖子上嘛。今天早上的那个是3角羊，第一个是1角羊。那如果按顺序的话，是不是1、2、3啊？所以我们要去找新的尸体。期待不期待？别呀你！走，我不去，我真的不去。没事儿，你在这儿待着更麻烦。他要是再敢跟怎么着，我诈骗他呀？他是不是中年男的呀？他是不是中年？我对中年男的最有方法了，我诈骗他。不断轮回的暗与光，我们去找那个日晷吧。这是日晷哦，这不就是日晷吗？这个地儿不会翻出来。我们先看吧。这是空的耶。是这儿吗？是这儿吧？它是这么哦，顺着河流而下，看河边，看河边，顺着河流而下，看河边。那有人在奔跑，快来快来啊！快来！你们干嘛？死人了！在哪儿啊？在哪儿？死人了！死人了！果然是三面羊降下责罚了。在哪儿？在哪儿？哪儿啊？就在那边，在那边，不是在这儿吗？不在这，不在这，在那边啊！快点，快点，事不宜迟。这三面羊太可怕了。我们判断错误了吗？他这也是顺流而下吗？那不是，他没说日晷，人就说光与什么玩意儿？不断轮回的暗与光。不断轮回的暗与光。你们快来！就在那边，来了！你们自己不会处理吗？我们都是嫌疑人，为什么这么信任我们？对，他俩在哪？你们别跑远了！快点的，快点的！快点！快跟上！这是废弃的古井。组长，啊！组长死了，组长也死了，叔爷爷。啊，他脖子上也有一个羊角。今天中午我们正好来这拿点稻草，没想到却发现了组长的尸体。发现的时候，尸体已经凉透了。啊！哎，这儿有一个。妈呀！这是羊。哦，诞生地。是2角吗？是。我们发现这个祭司的时候，它还是暖的嘛，而这个人凉透了。组长死在祭司前面了。
三头羊三次伐，依它们诞生的顺序，立脚插断脖子，沉睡在诞生的地方。一脚羊，二脚羊，三个脚的，依它们诞生的顺序，这是一个仪式的一部分。三头羊三次发，依它们诞生的顺序，立脚插断脖子，沉睡在诞生的地方。三头羊三次伐，立脚插断脖子，妈呀！沉睡在诞生的地方。一脚羊，为虎作伥，打你的小雪。二脚羊，组长作假，死了的人就不要再出现了。三脚羊，作为祭品献祭了。为什么三面羊就是会选他？太狠了，完完全全就是三面羊的天谴。太疯狂了。凶手改变罪罚的顺序，除掉大家某个时间的记忆。他跟你的约定会是什么？我不知道哎。你知道了祭司的秘密。我不知道。你的好朋友是祭司要净化的对象，这我不知道。终于确认了，你就是小雪。我不记得，就他的记忆都不一样了。不提这地儿，赶紧走，赶紧走。你想要自己走，咱俩又没仇，我为什么不拉你走呢？因为你可以想去哪去哪。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得处理掉。从此以后，老娘就只要命了。干嘛去啊？哦，快，没事，说。泯灭人性的事儿我也做了，太可怕了，就只为了活着。进去。张他。没关系，进了村儿就听话了。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人人有话说，你们呢？美丽的花，借腹黑的国，借来的沙，手暗藏穿梭，嫌疑人活。无辜者在面具之下，对错善恶随时调换角色。世界本浑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